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新加坡家庭，2026年政府可能会悄悄的帮你拿到2000到5000新币的补贴，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，是不是很意外？大多数人只记得 CDC 券这种显而易见的福利，但其实钱的真正大头已经藏在你的水电费、祖屋杂费，甚至医保账户里。你或许觉得这些福利离你很远，但其实他们早把你的生活覆盖得满满的，只是你没有特别留意而已。今天我们不是来讨论复杂的政策，而是教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些隐藏的福利找出来用起来。5分钟帮你梳理清楚，怎么算怎么领，到底能拿多少钱。别走开，这些钱真的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新加坡的福利真的很聪明，它不只发现金，而是直接把补贴融进了你的账单里。2026年你就会发现一些本来想不到的钱，居然被政府悄悄的拿出来帮你支付了一部分。比如每年1月份，政府会发给家庭300新币的 CDC 券，这个钱你不用申请，直接电子到账，可以拿去超市、餐馆消费，很方便。然后就是水电费回扣这部分能抵扣你的账单，最多可以省下190新币。还有祖屋杂费，每个 HIP 家庭会有不同额度，比如4房式家庭最多可以省掉半个月的杂费，这对长期支出来说其实非常可观。如果你算一算这几项补贴加起来，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在生活固定支出上可以直接省掉600到800新币，省的钱等于就是一种变相的收入。重点是这些钱根本不需要你去申请，还自动嵌入你的账单里，是不是超级省事？现金补贴方面，新加坡政府更讲究精准，它不会发平均主义的全民福利，而是根据你的收入年龄和社会角色进行分配，只要符合条件，钱就跑不掉。工作的低收入者一定要留意 Workfare 补助，这是政府的一个隐形加薪系统。如果你月收入不高，还在正常工作，每年可以拿到几千新币的补助，其中40%是直接发现金给你，剩下的60%存进，让你能短期解决开销问题，又能长期积累养老和医疗资金，是不是很贴心？而对老年人来说，福利更直接，比如 Silver Support 计划，如果你的家庭是低收入，家里还有年长者，2026年每季度你可以拿到430新币的现金支持，一年总额有1720新币，这些钱绝对是纯粹的兜底现金，特别为退休后没有固定收入的老人准备的。甚至如果你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还符合 ComCare 长期援助标准情况就更好了，每月现金支持最高可以到2230新币，还包括额外的医疗补助、超市消费券，甚至就业帮助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福利感觉很稳，政府全面保障了现金流持续性，不怕你陷入生活困境。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的福利就是发钱，但实际上政府花钱最多的地方是医疗保障和技能发展，而真正能改变生活的福利就在这里。比如在 MediSave 配对补助计划里，2026年如果你往个人医疗储蓄账户里存钱，政府会配对补贴你最多1000新币，这就是在逼你提前为未来的医疗开支做准备。你存一份，政府帮你存一份，这样面对医疗费用时轻松有底气。技能培训方面的福利更值得关注。2026年政府更新了技能支持计划，只要你的家庭年收入低于36000新币，你可以申请最高18000新币的技能培训补助，用于学习新技能，谋求更好的工作。如果你正在找工作，失业期间还能领取6个月最高6000新币的额外补贴，而这些福利从2026年起永久居民也能申请了。简单总结，这些政府的潜台词非常明确，钱可以给你，但你要用这些钱让自己变得更强，去实现职业的转型或者保障自己的健康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有点懵了，这么多补助到底你能拿多少呢？我们把数字再简单算清楚一次，假设你今年是一个普通HIP的4房家庭，家里有工作的低收入者，还有一个老人，你会拿到 CDC 券、水电费减免、杂费回扣，大约600到800新币， Workfare 补贴发现金加总额最多几千新币， Silver Support 加医疗配对补助总计1000到3000新币，技能培训补助或失业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8000新币。看完这些数字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一年中政府帮你的隐形现金已经超过几万新币。这些不是直接摆在手里的钱，而是政府很巧妙地把它分散到了你的生活里。你感觉不到拿钱，但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减轻压力、稳定生活带来的好处，是不是非常厉害？说到这里，别忘了检查自己漏掉的福利哦。先看 PayNow 账户有没有绑定 RAKE， 很多补贴就是通过这个系统到账的。然后 CDC 券一定记得去领取，别让每张券白白浪费。最后用 GovBenefits 系统检查你的资格，看看有没有错过其他补贴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帮你清晰了思路，请帮我们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持续关注。留言区告诉我你已经拿到了哪些补贴，或者期待我们帮你解读哪些信息。继续聊，我们下期见。